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丽丝的美食世界。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真正爱你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是如何亲手毁掉了你和他之间的这份感情。是的，很多时候虽然他们因为空虚寂寞而与别人搞暧昧搭讪，但是当他们告诉你我爱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欺骗你。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当下，他们真的爱你。虽然那份爱并不纯粹，还夹杂着金钱、权力、社会地位、你的身价等等。这里我就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内心了。首先你很好，你的家庭环境你的外貌你的经济条件可能都非常好，而且你也可能非常有才干，也很善良，因此你身边聚集了很多真心对你的好朋友以及爱你的家人。正是因为你很优秀，所以他们会被你吸引，也会认为追你的人很多，也会认为你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最终选择与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刚开始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呢他得到了你的偏爱，这也让他认为获得了你对他价值的认可。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内心其实极度缺乏安全感，以及非常自卑的。因此他们在得到你的认可的同时，又突然在想，你那么优秀，那么多选择，万一某一天你被别人抢走了，那我就要被你抛弃了。我的内心是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也要给自己制造出更多的选择，那我就去与别人搭讪，哪怕这些人我并不真的在乎，但是只要我能用我的魅力引起别人对我的关注与兴趣，那我就多了一些人对我价值的认可，而你嘛，就不得不更多努力来关注我了。你要更加努力的付出，得到我的爱，讨好我，得到我对你的关注，而你也要因为拥有我而感到幸运，因得到我对你的爱而感激我。他们就是这样靠着与别人搭讪也好，搞暧昧也好，引起了你的嫉妒心，同时利用这种方式间接贬低了你的自我价值感，让你觉得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也没有能力赢得他对你的关注，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爱你。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然后缺乏自我价值感，而他嘛就会觉得，看我那么有魅力，那么自信，有那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想得到我的关注与爱呢。可事实呢，却是因为他们内心觉得自己并不值得被爱，极度缺乏安全感，自卑，自我厌恶，让他们并不相信你会真的爱上他们。当你发现对方这种行为而与对方沟通之后，对方也像听不见你说话一样，一意孤行，让你认为对方为了你并不愿意放弃其他选择，这样你呢很受伤。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在爱情里得到对方的偏爱的，可是对方不仅不主动给予，还在你要求的情况下坚决不改。对方的行为进一步让你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得感以及不被尊重，甚至会觉得自己主动要求对方给予你爱的行为使得自己过于廉价，而损伤了你的自尊心。虽然对方会不断背着你与其他人搞暧昧，但是如果你和其他异性朋友沟通他们还会来吃醋，怀疑你，不相信你。此时的你已经被对方引起了内心的不安全感，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引起对方的关注与偏爱，你哪里还敢让对方对你产生不信任感呢？所以
你只好主动疏远与这些亲朋好友之间的距离，来证明自己是值得被他信赖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人就是这样孤立了我们与支持自己好友的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对你进行掌控。但是你以为你主动疏远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这样就可以赢得他对你的信任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你，他们始终认为你会背叛他们，抛弃他们。可能某一天他发现你的一位好友给你发来了消息，尽管你解释那真的只是一个朋友，但是他们会非常固执地认为你就是会背叛他们，因此他们会非常冲动地去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比如晚上去找他的前任或者他的一些暧昧对象，跑到他们那里寻求安慰。但是他们真的会投入那些一夜情吗？也不见得，他们只是试图用一夜情等方式来缓解自己被背叛的痛苦。可惜他做不到所以他们也很矛盾。他们真的需要你，他们真的需要被爱，但他们又无法做到相信你，所以他们又恨你。因此他们即便有了你这个完美的男女朋友，他们也要有一堆的备胎，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安全感。他们可能并不打算和那些备胎谈情说爱，但是那些备胎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他们的价值。不过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失望，就会觉得这些人也是不值得信赖的。而他们让别人判断自己是不是可以爱的人的行为非常危险，因为这样呢，就是把自己的价值感交给了别人的手中。即便别人承认了他们有魅力，他们呢也并不会真的得到满足。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总在努力获得别人的爱，但是他们始终都是输家。在这个过程中，你作为伴侣呢，不仅会变得更加焦虑，和对方呢讲不清道理，无法赢得对方的信任，让你对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把控能力呢产生了怀疑。你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信的，孤立了自己，让自己本来就脆弱的内心呢变得更加不堪一击。你开始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遭受对方的背叛而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怀疑自己根本不值得被爱。同时，你对对方也更加失望和痛心。你认为对方辜负了你的付出，你开始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其实，当我们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时候，这恰恰让我们远离了真正的自我。那是因为他们追求完美，老婆为他们提供照顾、经济、家等这些不太容易看到价值的东西，因为他们需要你。但是因为你是对方的老婆老公，他们长期把内心的情绪垃圾都倒在了你身上，对你自尊心的打压以及无价值感的诋毁，让你已经从那个活泼、自信、有魅力的人变成了自卑、无价值感、无助无能的爱人。你能给他们提供的情绪价值变少了，他们开始嫌弃你，觉得你变了。以前你们是他眼里最特别的那个人，现在你是他们最嫌弃的那个人。以前他们说你长发最美了，现在他们说自己最讨厌的人就是长发的人。但是他们又必须有人为他们进行服务，持续提供价值，所以他们并不抛弃你。同时他们找新的人，也就是情人，来满足自己被崇拜、被认可的需求。这说明一个人真正需要他们，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爱上你，让他们又被迫体会到害怕爱，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所以他们要对两边的人都要进行精神操控，才能保证你们都不抛弃他，这样他内心就感到安全了。